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一台非常特殊的手机，沉寂了有大半年之久的荣耀，终于在年底带来了他们来之不易的这台 V40。这台机器呢，我们体验的时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但是我们也集中做了很多测试，还有数据。这期视频我们把这台针对于荣耀有特殊意义的 V40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不过观点体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包装壳方面呢，没有什么特别的，跟之前荣耀系列的手机是一样的。然后机器咱们先拿到旁边。又是非常不环保的一套包装啊！充电器、数据线，然后加了一个转接头，然后清水套。充电器方面，66瓦还是不错的啊。同时这台手机呢是支持50瓦的无线快充的。在颜色方面，这次应该是有3个。我们手里这台呢是太空银色，这个银色啊，在灯光打上去的时候，它会有一点那种彩色出来，比如说这种暖暖的橙色啊。然后主要这个颜色呢，应该是蓝银色这种感觉，有一些渐变。后背板呢也是在同一块玻璃上打磨出来了2种材质，下面是 AG 的，在摄像头向右啊这一块呢，它都给你做成了这种抛光的，形成了整个上半部分的一个模组。这样的话呢，在视觉上啊，其实加强了一下它整个镜头模组的这个效果。镜头模组是一套非常规矩的矩形，具体参数我们给大家打出来。然后下边呢有一个，你不仔细看啊，感觉就像是一个黑色给堵起来，其实呢这是它的激光对焦模组。V40这次新的后背 ID 设计，相对于之前的30系列那种大 logo 的设计，你更喜欢哪一个呢？我个人来说还挺喜欢那个大 logo 那个造型。不过这次做的也非常精致，旁边的抛光的这一小块非常的提气啊。线下门店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质感还是做的非常好的。正面是一块6.72寸的 OLED 屏幕，它前置呢是一个双挖孔嘛，旁边是一个1600万的前摄，然后旁边这个就是色温传感器，80度的这个曲度，所以说还是一个瀑布屏。不过这个瀑布屏呢，它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啊，这个往下，也就是瀑布滑下来的这个位置，它做的是非常的小的，相对来说呢，可以减弱一些瀑布屏的这个误触，还有就是偏绿和偏暗的问题。当然，它毕竟还是瀑布屏嘛，所以说两边还是存在那么一点的。屏占比呢达到了93.24%，10比特，120赫兹，30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包括什么原彩显示功能层面，这块屏幕还是非常齐全的。全局的峰值亮度呢可以达到800尼特，它还有一个首个全局的莱茵的这个护眼认证。但是针对荣耀系的屏幕，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还是它的排列，这块屏幕还是一个周冬雨的排列，但这块屏幕的整体观感还 OK。不过也能感觉到荣耀已经把它能给你的都给你了。在性能方面呢，这台机器之前这个早就已经曝光了啊，就是天玑1000 Plus 这个处理器，这个麒麟这边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高通这边呢，也在进行之中，这个我估计明年应该会有高通的旗舰级处理器的产品，但是现在荣耀能给你的最多的啊。在技术方面，这次 V40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说的地方，那就是 GPU Turbo 再加一个 X， 最新的图形的加速引擎。它呢就是整个的一套底层的一个 GPU 的算法来去提高天玑1000 Plus 这颗处理器的 GPU 性能。GPU Turbo X 说到底就是一个更加底层的调度策略，通过大量的 AI 记忆学习与软硬件结合的方式提升 GPU 的运算能力。之前的 GPU Turbo 只能精简需要执行的指令数量， GPU Turbo X 则是更进一步，通过 AI 指令将 GPU 的渲染负载也降低了不少。除了有 GPU Turbo X 为游戏加速， V40还增加了一个 Hunter Boost 游戏引擎，下滑就可以快速打开。开启之后，除了会清理内存控制后台，系统也会自动屏蔽多指手势，避免游戏时手滑造成误触。实际的游戏表现可能由于我们拿的版本比较早，吃鸡流畅加90帧下，平均帧率88.56，波动3.25，表现不错，最低帧率也有70多帧，整体还是很流畅的。1个小时吃鸡最高温度47.5摄氏度，表现一般。发热部位集中在手机的上半部分，我们估计这一较薄的机身没法加入更大尺寸的均热板，脱不开关系，在轻薄和手感之间做了一个权衡。
最近王者荣耀迎来了大版本的更新，在最高画质下平均率59.87，波动1.08。现在是新手机加上新版本的游戏，后续再有优化，我们会持续更新测试数据。对于100赫兹的表现，我们测试了一个穿越火线啊，表现确实让人非常意外。平均率118.17帧，波动仅有9.72。对比于其他865的机器，V40的表现不遑多让，掉帧的次数确实多一些，但是帧率波动要更小一些，比较意外啊。这应该就是联合优化加上 GPU Turbo X 的功劳了。V40也是第2台我们拿到的搭载了双线性马达的手机，一个 X 轴，一个 Z 轴。虽然它不是游戏手机，但 V40也加入了 4D 震感，适配的主流游戏王者荣耀和开心消消乐，加上王者荣耀最近有大的更新， 4D 震感的场景相对较少一些。得益于2颗不同的线性马达，震感的层次还是挺丰富的。期待后续加入更多的适用场景，比如说我们之前聊的，在横屏吃鸡的时候，左边中枪左边震动，右边受到攻击右边震动大一些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感觉是一个专业的游戏手柄在手上。续航方面，小白测评新版3小时续航测试，对于4000毫安时的电池来说表现不错啊，剩余51%。充电方面，峰值功率56瓦，但是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啊，半小时充了86%，充满耗时39分钟，虽然比标称的慢了一点，但是也算不错的水平了。希望在 Pro 方面呢，起码能提到4500左右啊。这个水平，这台机器也是一个双扬声器的设计，而且它在这个顶部呢专门给开了一个小孔，它把这个听筒呢是直接给你开在了这个金属中框上面，这个工艺还是非常精细的啊。它的实际听感怎么样？我们来放一下。在拍照方面呢，它调教的怎么样？我们也实拍了一些影照。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视频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荣耀 V40” 这几个关键词，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V40白天样张的风格走的是真实路线，比较符合肉眼看到的实际观感啊。对比另外3台的饱和度较低啊，在某些场景下有一些偏黄。夜景样张上 V40并没有一味的拉高亮度，压制了很多高光，但现阶段的表现上白平衡不如白天稳定。由于我们拿到的版本非常早，大家买到手机的时候跟我们这个版本差距应该会比较大。就现在来看啊，作为早期的工程版，这颗 RGB 的 CMOS 还有一定的优化空间，没有发挥出它的全部实力，尤其是在夜景方面，量产版应该会改善不少。还有一些体验的小细节方面，比如说它顶部也是带红外的，然后是没有3.5的耳机孔的，上边和下边呢也是这种削屏的这种 ID 的设计风格。最后还有一个大家经常给我们发私信啊，或者说评论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系统。荣耀现在已经彻底从华为剥离了出去之后，那么 EMUI 系统它怎么办呢？荣耀的系统怎么办呢？ Magical UI啊，这个其实荣耀在很早之前出过，而且还有这个机型，这个 Magical 这个系列的那个手机，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它底层还是 EMUI， 大家使用上呢也并不需要担心，不会觉得换了一个新系统不稳定之类的，没有这种情况。但我们也询问了一下荣耀，荣耀这边表示呢，未来 Magical UI 呢会和 EMUI 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啊，这一点上我还是挺期待的。我们体验下来之后啊，都能感觉到这台手机除了 GPU Turbo X 还有新加入的相当于那个HuntBoss 的这个游戏模式之外，其他的方面都是比较成熟的工艺和成熟的硬件，是吧？型号也看到了，它是 V40 系列的入门的第1款，到现在我是不知道它的售价，大家可以走一波弹幕。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特殊的机型，荣耀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过渡型的手机，它需要求稳。OK， 我们放下手机啊，多聊2句荣耀这个品牌啊。其实，在之前的时候，不管是线上线下，荣耀的这个声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作为当初的互联网品牌呢，也是做到过整个线上的这个出货量第1，也做了很长时间啊。但是从去年开始，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情况，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调整，一直到今年下半年的尘埃落定，彻底的切割。完之后，它确实需要一小段时间的品牌蛰伏期。我觉得，不管是粉丝也好，还是其他的机圈的爱好者也好，是要给他这个时间的。我们谁都不想看到一个
这个曾经给我们带来过非常不错产品的一个品牌发生一些不好的一个事情。这个只有大家竞争的非常激烈，这个百花齐放，才会针对消费者、针对用户而言，涌现出越多有意思的这个产品。我们在现阶段，不管你是哪方的爱好者，使用什么手机，我觉得对于品牌来说都不是落井下石的时候。荣耀已经把它能给你的都给你了。我们对于荣耀这个品牌更多的期许、更多的想法，大家可以留在 V40 Pro 或者 Pro Plus 上。OK 啊，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期待荣耀明年有更好的表现，更加激进、更加棒的产品。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期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把荣耀 V40的所有实测数据都更新到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数据库里面。不管你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